好，隨着比賽加時第120分鐘，阿根廷絕境下的傳中，西班牙隊中後衛庫巴西一腳飛鏟將球踢出底線。第121分鐘，阿根廷小西蒙尼在禁區內拿到一次絕佳的射門機會，卻一腳踢飛。就此，世界杯終於落下大幕，恭喜西班牙！同時，咱們節目開播1年半以來，對2次歐冠決賽、1次世界杯決賽，甚至2次英超冠軍的預測全中。但其實這除了運氣，更重要的還是現代足球發展到今天，傳控的水平和前場逼搶的進化，實力已經是決定一切。所以客觀看，賽前預測西班牙奪冠沒什麼問題。總裁 C 羅的葡萄牙輸給西班牙也是情理之中，沒什麼大不了的。不可一世太囂張的法國在半決賽遇到西班牙，也徹底暴露出來自己中場太弱，從頭到尾豆腐腰，而且中後衛薩里巴還在比賽中受傷了。而今天真正的意義是我們徹底告別了絕代雙驕時代，梅西的6次世界杯征程終於定格，35次出場，21球12個助攻，3次打進決賽，1個冠軍2個亞軍。在球王的身上，您就能看出世界杯冠軍大力神杯想要將他摘下抱在懷裡是多麼的難。此时此刻，阿根廷的球迷、梅西的球迷是最難受的。有的人在說恩佐毀了梅西的告別演出，有的人在埋怨主教練斯卡洛尼為什麼不派上老塔羅，有的人恨透了小西蒙尼，最後121分鐘的射門卻打了飛機。但其實這一刻您的心情只是跟過去46支被淘汰的球隊他們的球迷當時的心情一模一樣。朋友們，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點讚、評論、熱推、分享。好，讓我們繼續。在今天場面已經完全一邊倒的情況下，就別怪恩佐了，別怪主教練了，別怪小西蒙尼了，本質就是踢不過。客觀來講，從馬後炮的角度，恩佐、斯卡洛尼、老塔羅該不該上，小西蒙尼能不能不要打飛機，還有西班牙隊恐怖的 buff， 為什麼利桑德羅馬丁內斯最後的關鍵決賽最後一場又傷了呢？但其實足球和人生就是如此，無數的偶然背後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饒是西班牙隊如少林正宗一樣如此強大的傳控，過去那麼多世界杯也就贏了2次而已。區別只在於在比賽沒有最後吹哨結束的時候，你做出什麼反應；而在比賽哨響已經結束之後，你又能不能接受，做出什麼樣的反應。這方面阿根廷球員帕雷德斯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上一屆阿根廷和荷蘭的比賽差點發生衝突，也是帕雷德斯一腳爆射了荷蘭隊的替補席。說真的，當時的那種舉動給紅牌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最後的結果是裁判忍住了，沒有罰下他，而且他也在荷蘭隊剛剛起勢之後，一腳掀起了2個隊的大亂鬥，把水攪渾了，也可以說是腦子最有謀略的一次。但今天帕雷德斯剛上來一掌推翻對手，裁判本來也沒有給牌，但在雙方球員的对峙中，就在裁判眼皮底下，帕雷德斯又将西班牙球員推在地上，剛上來就拿了第1張黃牌，這就讓他在接下來的比賽中戰戰兢兢，不敢造次。而本質上，恩佐的第2張黃牌下場也是如此，在球隊極度被動，創下了世界杯決賽史上唯一一次從來沒有射門的情況下，恩佐的本意是想通過大動作、小動作給本方創造優勢，但該收動作的時候沒收，而且第1張黃牌也是恩佐自己做。本來今天阿根廷隊的犯規就極多了，純屬於自己將自己送走了，本來只剩最後1分鐘就要開始踢加時，但是所有的這一切，阿根廷球員從開賽的第1場到最後1場的各種小動作、大動作，本質上就是他們足球風格的一部分。老 K 說過許多次，每一支最高水平的球隊都應該有一個阿根廷人，但過分的侵略性，這也是把雙刃劍。靠這個，他們將今天原本一邊倒的比賽切得稀碎。西班牙虽然占盡了你能想象的所有優勢，卻始終無法破門。但也因為這一點，恩佐終於吃到了紅牌下場。本來11打11，阿根廷就已經比極度的被動更加被動，這下子又罰下去一個球，就徹底沒法踢了。不過這都屬於比賽中的事兒。可帕雷德斯在比賽已經結束之後，和西班牙的加維產生了激烈的肢體衝突。他先是將被阿根廷球員阿爾馬達已經拉住的加維推了一把，導致加維倒地，隨後又繼續追擊，雙手發力的擊打加維。他也在賽後吃到了主裁判給出的紅牌。相信未來國際足聯還會追加禁賽，所以這就沒有必要了。比賽都已經結束了，還想發洩自己的荷爾蒙，輸了球找人打一場拳擊賽，這就徹底魔怔了。所以足球真的是模擬戰爭的遊戲。什麼叫在比賽中付出能付出的一切去想辦法贏球？阿根廷人確實做出了最好的範例。無論其他的球迷有多麼討厭，多麼憎惡，他們就是能帶着這些特質走到決賽，甚至拿到過許多冠軍。跟大家回憶一下1986年、1990年，老 K 剛剛看世界杯的阿根廷隊也是如此。同樣的觀感，看上去就像一個球王帶着10個平庸的球員，而且每場比賽都竭盡全力，拖到加時，拖到點球互射。
當年他們靠一個神奇的門將叫戈耶切亞，現在他們靠大馬丁內斯，所以足球風格從來沒有統一的模板。哪怕同樣屬於拉丁技術流派的阿根廷、巴西，南美足球也永遠擁有他們的小動作、大動作、侵略性和永不言棄的精神。但是最後，感謝足球，感謝西班牙，這一屆有了羅德里的西班牙隊是真的可以媲美2014年那屆史上最強的西班牙。這次他們用心服口服的方式送別了 C 羅，送別了姆巴佩，送別了球王梅西。無論此刻部分的球迷有多麼難受，但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足球贏了。8場比賽最後7場零封，只有一次1/4決賽2-1戰勝比利時丟了一個。西班牙門神烏奈西蒙斬獲本屆世界杯金手套獎，但這背後更凸顯出的是西班牙隊永遠以攻代守，通過控球不給對方任何進攻的機會。而羅德里也众望所歸，獲得了世界杯金球獎。我相信老 K 所有的觀眾最喜歡看西班牙隊，就是現在6號位羅德里的每一次控球，每一次無球跑動，甚至通過看他每一次微表情，每一次指手畫腳對隊友的指揮，每一次左右擺頭不斷的觀察場上的空間，掃描每一個隊友的位置。我相信通過羅德里這8場比賽的詮釋和老 K 的解讀，我們都開始漸漸的學會欣賞什麼是真正的足球。而剛滿19歲的亞馬爾就拿到了歐洲杯冠軍，拿到了世界杯冠軍，成為足壇歷史上第一個能拿到這2個大冠軍20歲以下的球員。這開局甚至比2018年的姆巴佩還要猛。姆巴佩沒有拿到歐洲杯，所以真的很期待未來的亞馬爾能拿到多少榮譽。他現在56個進球，56個助攻，1次世界杯冠軍，1次歐洲杯冠軍，3次西甲冠軍，1次國王杯冠軍，還有2次西超杯冠軍。這才只有19歲啊！亞馬爾帶着巴塞羅那什麼時候能進入歐冠的決賽，我們無比期待。不過說實話，這場比賽就跟這一屆杯賽老 K 一直點評的，亞馬爾的射門和終結能力實在太扯，這也是因為太年輕，未來還有的是機會讓他練出來。可另一方面，今天必須批評一下尼克威廉斯，儘管他的頭球擺渡助攻了一個，但是從尼克一上來拿球就根本不敢做動作，浪費了絕佳機會，還送給阿根廷任意球，看得老 K 急死了。關鍵時候就像玩遊戲摁錯鍵了一樣，左腳加右腳一個雙觸球打門，哎，球呢？球去哪兒了？但總算最關鍵的時候，雖然磕磕绊絆吧，但還是收穫了助攻。而進球的那位就是咱們嘲笑過千萬遍的費蘭托雷斯，永遠神鬼二象限，像薛定諤的貓不可觀測的費蘭托雷斯。好在今天他是替補上場，替補上場的費蘭托雷斯就活該他進球。所以整屆世界杯8場比賽，費蘭托雷斯浪費了無數的機會，就為了最後這一腳。價值千金的進球，他也將永遠載入西班牙足球的史冊。想想首輪西班牙0-0戰平佛得角，當時表現極差的費蘭托雷斯和薩內、加克波坐一起，被笑稱為桃園三結義。但這就是足球，他永遠會給你機會。最後的最後，我一劍封喉，上帝賜予了我前進的力量，我親自操辦了球王梅西的退役儀式。賽後，費蘭托雷斯說：“哇，我如釋重負，我在這屆世界杯期間已經飽受批評了。感謝上帝，他總是贈予我繼續前進的力量。上帝總是把機會留給最配得上他的人。我想，那就是我。”否極泰來，老 K 一下子就翻出了2013年費蘭托雷斯發的社交媒體，寫道：“無論你如何辱罵我、批評我，或是對我極度不公，我絕不會放棄。我對自己充滿信心，絕不放棄。”嚯，我的天，那時候他才13歲啊！2010年的 FNB 體育場，西班牙隊伊涅斯塔一蹴而就，先在美國的大都會人壽體育場，費蘭托雷斯一腳定乾坤。他成為了世界杯歷史上第2位在決賽中替補登場並打進制勝球的球員，而此前唯一一次做到這一點的還是德國隊的球員格策。另外，巴塞羅那現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和費蘭托雷斯續約，他更接近加盟大巴黎，而這也是因為如果續約費蘭托雷斯，巴塞羅那就需要給曼城800萬歐元。那麼巴薩你懂的，蚊子腿也是肉。正因為如此，體育總監德科不願意向托雷斯提供續約的合同，而費蘭托雷斯現在願意去大巴黎當個輪換球員，可能平均每場能踢20分鐘左右。所以此时此刻，巴塞羅那的球迷如釋重負，同時也有些矛盾。既然即將分手，那就把所有的祝福都送給你，費蘭托雷斯，你是永遠的鯊魚。OK， 西班牙队庫庫雷利亞，我是真搞不清他左邊鋒還是左後衛呢。最搞笑是今天庫庫雷利亞給梅西說了悄悄話，立刻被梅西舉手向裁判告狀，投訴裁判西班牙的球員那個掃把頭他捂了嘴巴了。那一刻真是把老 K 笑死了，但裁判也沒理這茬兒。今天的比賽，西班牙对阿根廷，2個隊的球員心眼子加起來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
你被碰一下在地上滾3圈，我被碰一下在地上滾5圈，大家都放大分貝，都捂着腿在場上嚎叫慘叫。所以未来的职業足球運動員怎麼也得加個必修課，影視表演。但這裡帕雷德斯必須除外呀，他是本色演出殺人犯，渾然天成，當然也演不了其他的角色。今天比賽後鎖喉加西亞抱摔加圍，看得場下的評論員英格蘭名宿阿蘭希勒暴跳如雷。希勒說，帕雷德斯朝着對方臉部打出了2-3下重拳，他主動挑起了衝突。足球中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納這樣的行為。我們知道這對他們意味着什麼，也知道輸掉比賽有多麼痛苦。但即便如此，輸球也應該有自己的方式。我們已經太多次看到阿根廷出現這樣的反應了，中場哨響後的表現非常糟糕。而今天讓人意外的是，獲得世界杯最佳新秀獎的不是亞馬爾，而是後衛庫巴西。他也成為1982年以來首位獲得這個獎項的後衛球員，但也是實至名歸。庫巴西的傳球比許多中場都要有威脅，而且在拉波爾特的身邊確實穩，和聯賽歐冠在巴塞羅那的他比起來判若兩人。這屆世界杯庫巴西的表現真是讓人想不到，太穩了。今天在比賽中被恩佐撞得飛起來，在空中轉了360度，幸好沒有受傷，那一下確實嚇人。那麼今天庫巴西在場上解圍6次，傳球126次，精準傳球121次，均為場上最高，傳球成功率達到了 96%， 地面爭搶6次成功5次，爭頂4次成功2次，還有2個搶斷，所以拿到金童獎也實至名歸啊。並且今天在決賽中，西班牙派出了亞馬爾和庫巴西，這都只有19歲，屬於2名 U20 球員，所以也延續了歷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記錄。過去在世界杯決賽，只要有 U20 球員首發都能奪冠，分別是1950年烏拉圭派出的魯本·莫蘭，1958年巴西隊的貝利，1982年意大利的貝爾戈米，2018年法國的姆巴佩。另外，進入21世紀以來，西班牙队5次進入大賽的決赛，並且全部夺冠。同時，今天队裡面3名球員獲得了賽事獎項，也是絕對贏家。而中後衛老將拉波爾特，當年德尚就是不招他，法國也拿下了大力神杯，說是配不上法國。可到如今半決賽親手淘汰了德尚的法國隊，決賽又跟隨西班牙拿下大力神杯，所以命運不會虧待努力拼命的人。如今你比那些法國人更成功，還是大滿貫得主。而西班牙隊必須表揚的還有邊後衛熱刺的波羅，過去覺得一般般，但在西班牙隊他的長傳準度簡直無解，防守能力也肉眼可見的強，體力好，進攻有才華。這位超級帶刀後衛，這一屆世界杯你拿着放大鏡看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波羅現在已經是世界最頂級的右邊後衛，此前皇馬和巴薩都動過心思想引進，但最近已經剛剛和熱刺完成了續約，還獲得了加薪的待遇。他還只有26歲，未來必然是熱刺隊德泽爾比手下的頂梁柱。那麼阿根廷這邊，所有人都想看梅西，所有人也只看梅西。到了最後120多分鐘，所有的威脅也仍然只來自於梅西。比賽雖然輸了，但最後的幾個角球，梅西是真牛逼呀！要不是恩佐主動申請紅牌離場，我們真無法想象老梅西39歲的老人是不是能在加時賽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驚喜。再見了梅西，在這個年紀能做的已經不多。過去老 K 已經說過許多次，有梅西在，你不可能不讓他上；有梅西在，你不可能提前把他換下去。而梅西這個年紀也必須選擇他現在的3步式踢法。但關鍵最後1-0落後該追分的時候，你看場上仍然是梅西最能拿球，最能控球，最能突破，最能傳球。老頭都已經39歲了，你還想怪他在场上不跑動？那不是他不懂球，是你不懂球啊！梅西的最後一舞，這屆世界杯的表現真的無懈可擊。過去的20年，在阿根廷隊從19號球衣到10號，6屆世界杯，世界杯史上射手榜第2，世界杯史上助攻榜第1，世界杯史上出場次數第1，拿到了2個世界杯金球獎，1次冠軍，2次亞軍。我們以為球王已經看淡了滄桑，但他最後還是哭了。一個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但梅西仍然喜歡踢球的那感覺。梅西仍然捨不得這過去每天向世界杯冠軍衝擊的整個過程。他一個人將阿根廷隊帶到了本不應該有的位置。接下來阿根廷的陣痛期估計會很長。1990年世界杯結束後，媒體有一個共識，沒有馬拉多納的阿根廷隊只是一支2流強隊，但有了馬拉多納，他們就能進世界杯決賽，甚至有機會奪冠。所以阿根廷真的極度幸運，曾經擁有過馬拉多納，現在又擁有過梅西。本以為這一切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已經看淡滄桑，
但看到最後的看台上的觀眾一直在鼓掌，一直在鼓掌之意，所有人最後都忍不住有些眼淚嘩嘩的。梅西是足球史上永遠的唯一的球王，這不是因為他獲得過多少榮譽，而是他踢球的方式人類史上獨一無二，前無古人，而且很可能後無來者。過去這幾十年，梅西踢球留下的所有片段集錦，將是人類足球史上永恆的財富。30年後、50年後、70年後，當你的孫輩問你，爺爺奶奶，你當年看過梅西踢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每個人會突然想起來，哇，我原來看過梅西踢了那麼多年的足球。我們甚至看到過梅西以39歲散步式的踢法，怎樣將一支球隊帶到世界杯決賽。我相信1年後、3年後、5年後，當我們到時候聊起梅西的時候，大家會真正意識到，今天我們正在經歷什麼，我們又正在失去什麼。而賽後，在決賽中奉獻了11次撲救、無數次救主的阿根廷門將大馬丁內斯也眼含熱淚。有大馬丁在，甚至給了大家一絲能將比賽拖入點球翻盤的錯覺。而他整個世界杯期間手指一直骨折，一直帶傷出戰。在今天這樣完全被動的局面下，阿根廷能夠延續希望，全因為馬丁內斯的存在。兩個隊伍明明就不是一個級別的，可一個守門員的存在竟然讓兩個隊伍看起來都差不多，一直都是0-0。這也確實牛逼。打馬丁內斯今天比賽完成了11次撲救，超過了對面門將烏奈西蒙整屆世界杯8場的總撲救數。聯賽後，西班牙的主教練德拉夫恩特也說，是大馬丁內斯的幾次撲救阻止了我們提前贏得比賽。過去60年的世界杯決賽撲救榜，今年的大馬丁內斯以11次撲救獨占鰲頭，排在榜首。本場比賽阻止對方預期進球達到了 1.81， 而且他的68次觸球竟然是阿根廷隊內最多的。那麼今天的決賽，阿根廷90分鐘內沒有任何一次射門，是所有過去決賽歷史上的第一次。而且自1966年起，有統計的900多場世界杯比賽，阿根廷也是歷史第2支在90分鐘只有0射門的球队。還有今天的90分鐘內，他們的控球率 34%， 創下了自1966年以來最低紀錄。所以要不是大馬丁內斯，真有可能是一場慘案呀。不過有意思的是，在射正次數上，這是阿根廷第3次在世界杯決賽沒有一次射正。前2回是1990年阿根廷對陣德國90分鐘內沒有一次射正，第2次2014年決賽阿根廷對陣德國120分鐘內沒有射正，還有今天對西班牙打了120分鐘也沒有一次射正。可即便如此，主教練斯卡洛尼帶着他的團隊仍然將希望保持到了最後。今天的賽後新聞發布會上，斯卡洛尼哽咽着落淚。他說，如果要繼續前行，需要面對許多挑戰，尤其是重新調整心態，讓一切歸零，再次組建一支像現在這樣的團隊，想要再次擁有這樣的集體，實在是太難了。這讓我感到非常痛苦，令我感到靈魂都在顫抖。對不起，確實斯卡洛尼已經盡力了，這幾年的阿根廷確實無人可用。而斯卡洛尼帶的阿根廷隊整個歷史從2019年到現在19次淘汰賽，加上今天一共就2次失敗，並且他們也是時隔7年才再次輸掉了淘汰賽。此前阿根廷隊在他的帶領下，在淘汰賽連續16次過關，奪得了4次冠軍。可就是斯卡洛尼也最終沒能做到在世界杯衛冕。在過去的歷史上，有過7位主教練帶隊2次晉級決賽，但只有意大利的主帥波佐成功了。還有一個有趣的記錄，近6屆世界杯的冠軍在小組賽階段都沒能全勝。可本屆世界杯，墨西哥、阿根廷、法國隊在小組賽全勝，首戰0-0戰平佛得角的西班牙反而卻得了個好兆頭。好的，西班牙隊的奧亞薩瓦爾成為了皇家社會隊的首位世界杯冠軍，是隊史上的第1人。今天賽後的慶祝儀式中，果然西班牙的王室成員也加入了慶祝。2位漂亮的公主萊昂諾爾和索菲亞公主，在國王菲利佩6世和王后萊迪奇亞的注視下，和西班牙國家隊一起捧起了他們隊史上第2次大力神杯。而主教練德拉夫恩特終於以65歲29天成為了世界杯奪冠最年長的主教練。這一次因為亞馬爾擊敗了阿根廷，西班牙和一直鬧獨立的加泰羅尼亞地區都放下了成見。所有的球迷都說，不管是不是加泰羅尼亞人，今晚我們都支持西班牙隊，為了亞馬爾。所以足球對一個國家的意義，甚至有時候真的高於生死。它是真的可以從一個奇妙的角度彌補所有人之間的裂痕，讓所有曾經兵戎相見的仇人在這一刻這一夜擁抱在一起，團結在一起。
而不久前在曼城，在西班牙，許多人都在質疑羅德里傷後的狀態，可現在已經眾望所歸，羅德里重回巔峰。對這一支西班牙隊來說，控球的時候必須要保持球員之間的間距和站位，這樣才能完成短促而且犀利的傳切配合。同時，一旦丟球權，他們能夠迅速對球形成合圍，持續對對手施加壓力。這方面，羅德里對攻防兩端至關重要。他幾乎踢滿了每一分鐘，在場上的統治力接近世界杯歷史上的巔峰值。正是有他的存在和隊友們的努力，才能夠以另類並且變態的方式零封阿根廷。90分鐘內沒有一次射門，120分鐘沒有一次射正。而現在隊裡面的亞馬爾、庫巴西才只有19歲，未來的西班牙足球更加前途光明。這一次世界杯，西班牙隊7場零封，而且場均只被对手射正了 1.25 次。被对手創造的預期進球值加起來只有 2.32， 也是最低的。場均被對手射門次數只有 5.75 次，是所有隊中第二少。場均被對手創造重大機會次數只有 0.63 次，也是第二少。而場均被對手在自己禁區內觸球次數只有 9.88 次，也是第二少。所以這樣的球隊贏下世界杯，眾望所歸。賽後，亞馬爾可愛的弟弟凱內進場慶祝，先是被奧亞薩瓦爾發現，一把抱起了他。然後帥氣的戴着墨鏡的亞馬爾過來，將弟弟緊緊抱在懷裡。不知道12年後亞馬爾的弟弟會不會進西班牙隊呢？有趣的是，賽後亞馬爾一個人跪在草坪上獨自祈禱，但在他身後，隊友們和阿根廷的球員教練團隊已經打作一團，雙方爆發了肢體摩擦，互相在推搡，互相在爭執。好在多名工作人員上前，才勉強隔開了人群。最後一段視頻顯示，阿根廷球員莫里納的衝動行為似乎是引發衝突的導火索。當時中場哨吹響以後，西班牙球員從替補席衝入場內慶祝。羅德里在經過莫里納身邊的時候，被莫里納莫名其妙薅了一把，跑出去幾米之後，羅德里又回頭找莫里納理論。隨後兩個人開始頂牛，於是緊接着兩隊更多的球員加入了戰團。隨後就是阿根廷隊的帕雷德斯接管了比賽，接連幹翻了埃里克加西亞，幹翻了加維，吃到紅牌。而加維最慘，在遭到帕雷德斯毒手之前，還先被阿根廷的阿爾馬達先來了個擒殺，剛剛站起來又被帕雷德斯推翻在地。最後的最後，頒獎的時候，美國總統川普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一起將獎杯送上了頒獎台，他們兩個人一起把獎杯遞給了西班牙隊長羅德里。川普心情很不錯，還上去和西班牙隊長聊了幾句，但他也沒有馬上讓開位置，而是又和幾個西班牙球員在交談。川普是最懂的，他根本沒有絲毫想要離開頒獎台的想法。於是最終就像去年川普和切爾西一起慶祝奪得了世俱杯冠軍一樣，這次他又繼續留在第一波的合影畫面裡面，最後才由羅德里將獎杯高高舉起。在西班牙人開始繼續慶祝以後，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趕緊上來跟他說笑了幾句，隨後兩個人才一起離開了頒獎台。對這件事情，德國球員穆勒說，我不太願意把美國總統推到世界杯的中心，他自己已經做得夠多了，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給他平台。哈哈，去年世俱杯的決賽頒獎禮上，川普在頒獎後就賴在台上不走，當時也引發了巨大的討論和困惑。特別是今天比賽剛剛開始，在攝像機鏡頭裡，一心要跪舔掐妹的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還將世界杯抱到了川普的看台，給他好好摸了摸，親了親，抱了抱。所以世界杯在美國舉行，綜藝效果和流量簡直拉滿，在這方面咱們川普是必須要沾沾光的。於是就這樣吧，擋不住的鬥牛士，西班牙隊在大賽淘汰賽9連勝，連續奪下歐洲杯和世界杯。真金不怕火煉，在他們面前 C 羅加上葡萄牙不夠看，姆巴佩加上法國隊不夠看，梅西加上阿根廷仍然不夠看。我們剛剛經歷的是世界杯歷史上統治力最強的一支隊伍，他們成為歷史上第4支從未落後的冠軍，也是第1支只丟過1個球的冠軍。此時此刻不得不說一句，比利時牛逼，德布勞內牛逼。整屆世界杯唯一能攻破冠軍球門的只有比利時。而且說實在的，比賽中如果门将庫爾图瓦不受傷，最後的結果還真不好說啊。所以西班牙队的足球，他們的傳控真的就像少林武功，像九陽神功一樣，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西班牙队的九陽神功傳控大法，總是越使越強，纏鬥的越久，體內的真氣反倒是越發的充盈。對手每一次猛烈的進攻，最後都被渾厚的真氣緩緩化開。
無數的猛攻之後，對方只能氣血耗竭，力盡神疲。西班牙隊自己呢，卻是氣息平穩，後勁無窮啊！跟他們踢球，最後都是雙方真氣的較量，熬得你對方頭頂上絲絲冒白煙兒。等到你氣力徹底耗盡之後，他們再輕鬆送出致命一擊，以柔克剛，看起來平淡沒有鋒芒，實則早就立於不敗之地。所以自始至終不疾不徐，控球流轉，行雲流水，內息綿長無窮，這就是傳控足球的最高境界。所以感謝大家的支持，接下來進入夏窗轉會季，每天的老 K 足球新聞千萬不能走開，各大豪门都在招兵買馬，各種轉會緋聞看得你欲罷不能啊！新賽季的5大聯賽、歐冠連綿不絕，足球每一天，生活每一天。感謝您的訂閱，感謝您的熱推、點讚、評論、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讓我們明天再見。